我早都急不可耐了。我来了。你到底行不行呀？我累呀！原来这就是皇上，幸亏我在冷宫，不用侍寝。穿越到这儿也已经大半年了，出宫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该计划计划了。嘿嘿，哎呀，你在哪个宫当差？嘘，轻点儿。皇上在里面宠幸妃子，被发现了，我们脑袋都得半价。嘘。皇上，既然知道是皇上，你还敢偷看，你不要命了？你不是也来偷看呢？喝酒，尝尝，这酒只有我会酿。我还有事儿，买有意思的东西找我啊。以后别偷看皇上洞房了。经我鉴定，皇上不行。你是不是看错了？1分钟就结束了。该死的女人，竟然敢说朕不行！皇上，查清楚她是哪个宫里的，朕要把她招过来，让她知道朕到底行不行。皇上不是向来很讨厌和女人亲热吗？还杵着干什么？去追人啊！朕要知道他全部的消息。让你献酒，只抬举了你，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抢？就是，要不是我们家娘娘知道你的冷宫里有葡萄酒，谁稀罕来你这个破地方？这酒啊，被我们家娘娘要了，你的脸上该觉得有光才对。主子，这就是后宫口口相传的琼浆玉露，葡萄酒。萧贵人听说您最近爱喝葡萄酒，特地亲手酿了一壶，让人送了过来。喝酒，尝尝，这酒只有我会酿。朕知道如何找到你了。哼！连福海，传朕旨意，萧贵人心灵手巧，这葡萄酒醇厚幽香，赏。奴才遵旨。务必要赏的声势浩大。要怎样才能在最后的10几天时间赚足出宫的银两呢？娘娘，你听说了吗？萧贵人忽然在宫弄高价巡赏，然后以1000两一壶的价格购买葡萄酒。什么？1000两？这是要发财呀！可惜啊，咱们之前那坛被他们抢走了，否则这钱……哦，当你主子傻的，我怎么可能就只有1坛啊？我这儿可是有好几坛葡萄酒的，要是都卖出去，那我们岂不是能挣好几千两啊？可是咱们要怎么接触萧贵人呢？万一被发现了……我有办法。这是你自己酿的？回贵人，是小人自己酿的。下去领赏银吧。谢贵人。皇上驾到！参见皇上！参见皇上！都起来吧。谢皇上！谢皇上！皇上，您来的正好，臣妾新酿了一坛葡萄酒，您坐下来一起尝尝。皇上，这酒辛辛苦苦酿的，
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这酒真是你酿的？是啊，难道不合您的口味？不，你的手艺很好，朕很喜欢。你终于出现了。娘娘，咱们出不去了。啊？为什么？该给你们的银子，我可是1分都没少给啊！这不是银子的问题，是萧贵人下令让您酿葡萄酒。什么？我可不敢得罪萧贵人，那可是要掉脑袋的。那我的银子呢？这银子早都打点下去了，要也要不回来了，奴才先告退了。娘娘，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先回去见机行事。来，哎，全是青菜，这也太素了吧！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素呢？我这不是还准备了其他的。给陈公公，承蒙您照顾，我这里有上好的葡萄酒，我孝敬给您，您送去萧贵人那儿领赏银，也好让萧贵人赏识你们一番，如何？这怎么好意思？有福同享嘛！啊，好，小西子，够义气，我们敬你一杯。哎，来，只要萧贵人知道宫里还有其他人也能酿出一样的酒，就不会揪着我不放了。皇上，找到了，现在人就在青竹院。摆驾，青竹院。皇上，奴才这就把他们都拿下。不用，让他们滚去御膳房，留下他。是。哼，都不干活吗？皇上还在御膳房等着呢，留下一个人收拾就够了，其他人跟我走干活去。你留下收拾。哎，真是可惜了，我带出来的东西可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随随便便能吃得到的。谁呀？好帅！干什么？又想溜？你竟然忘记我？我们认识吗？玉佩呢？玉佩？哦，原来是你啊！我问你，玉佩呢？我已经当了。当了？你该不会是要要回去吧？底的银子都被我花了，可没有再要回去的道理。好，既然已经给了你，任凭你处置。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没有别的事儿，那就先告辞了。快看，皇宫有刺客，到底要干嘛？跟我走。放开我！到底要干什么？不去，有侍卫，我得赶紧走。别动！太医明明说朕有恐女症，可我竟然对他有。皇上不在这边，走，继续找。
看我干嘛？不是故意的，难不成你要摸回来？啊！放开我！你刚刚没听到吗？皇上就在附近，要是被皇上发现，你我都得死。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干嘛？不就是摸了你2下？你该不会问我名字要我对你负责吧？你说不说？啊！你也不出去扫清扫清我小西子的名号！我劝你早点回去，否则被皇上发现，你就完蛋了！哼！你是？我不跑了？参见。皇上穿的是常服，难道是不想暴露身份？参见大人。大人，何事？太后宫里来人，说是有急事叫您过去趟。知道了，下去吧。是。回来。先把他给我带走，他要是逃走了，提头来见。是。放开我！放开！养心殿，这不是皇上住的地方吗？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养心殿？难道他是皇上身边的侍卫统领？哎呦，那不好了！我之前还在那小子面前吐槽皇上，哎呦，完了完了，随便一句就跟我脑袋分家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呦，我肚子好疼啊！我想去下洗手间，行不行啊？我去找找厕所啊，不，茅房。给母后请安。4大月前，哀家又替你纳了2名妃子后，近几日你都不曾来过凌星宫，可是对哀家过问你后宫之事有怨孩儿不敢。哀家知道你不许女色，可你成亲多年，一儿半女都未曾有过，听说你还将他们禁了足，这像什么话？你登位至今，始终无心后宫之事，可你是皇上，该为皇家血脉做打算。母后，朕的嫡长子必定只能由朕的皇后所出，还望母后不要再逼朕。后位空置许久，以后不肯再娶，哪来的皇后？奴婢所知，后位并非空虚，穆丞相家的女儿。放肆！先皇驾崩当日，五皇子和穆丞相里应外合，通敌叛国。罪臣之女穆云熙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子妃，怎配得后位？皇家血脉万不可断。若今日你再冷落2位贵人，以后就别认我这个母后。孩儿不敢。既然不敢，侍寝之事你今日必须挑一个。孩儿去就是。去就好，都去准备吧。皇上，那小西子果然不出皇上所料，趁机溜走了。奴才已经派人暗中跟了上去。就知道那女人不会老老实实待着。也好，朕今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都准备好了吗？万无一失。百家御寝宫。皇上，百家御寝宫。太后明明没有要求皇上先去哪个宫里，怎么她偏偏先去了这御寝宫，而不是我这丽霞宫？这若是被景贵人怀了孕，抢了先机，该如何是好？区区一个景贵人，她想要怀上身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宫父亲是骠骑将军，
不服在手，自然不怕。只是我在想，皇上究竟是何用意？娘娘，那冷宫里那位该如何处置？通敌叛国之辈，只要皇上不见他，他永无翻身之日。算，他们应该猜不到我是谁，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找到冷宫里来。我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制造出更多的东西，赶紧离开。娘娘，自从您半年前忽然失忆之后，不仅性情大变，还变得想要什么东西就能弄来什么东西，真是太神了。想要什么东西就能弄出什么，真要是这样就好了，干脆直接变出个飞机大炮，把他整个皇宫都炸了，不至于现在为了个自由整天煞费苦心，还被个破侍卫头子给盯上了。皇上，这是御膳房刚送来的葡萄酒。皇上正在笑吗？可有查到他的去向？皇上，昨夜侍卫回禀，小蝎子逃进冷宫了。宫？这显示天气的位置怎么红的这么厉害？是要出什么事儿了？算了，反正都要出宫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知玉啊，陈公公应该帮我把葡萄酒送到御膳房了，你明天跑一趟，把银子拿回来，这样咱们就又凑够出宫的银两了。你说你们那个什么太子妃，知书达理，娴静端庄，有个屁用啊！还不是要靠我把咱们俩养得白白胖胖的。嘿嘿。哎呀，这酒的后劲儿这么大，我有点上头了。知玉，你过来扶我一下，头好疼。这是好筹谋，今妄想出宫。知玉啊，我可能是喝多了，怎么会把你认成绝世无双的大美男？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帅哥呀？马屁拍的够响了吧？大哥，你可放过我吧！慕云熙人呢？他就是这么当主子的，让你这一个小宫女穿成这副样子，在外面逛。你干什么？怎么样？这里很棒吧？冷宫里要是没了我，这冷宫可就糟糕透了。那罪臣之女，只让你一个人打扫冷宫，活儿都是你干。什么？这酒好奇怪，怎么酒劲越来越大？娘娘，皇上亲临冷宫的机会可不多，奴婢只能帮到你这儿了。
你这水平的帅哥，小费一定得多给。你说什么？放心，我有很多钱，等我顺利出了宫，就帮你赎身。奇怪，我的钱呢？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钱。在这乖乖等我回来，不准跑，听到没有？嘶哈嘶哈，本姑娘今晚要给你赎身。还真是攒了钱想跑。嘶哈嘶哈是什么意思？嘶哈嘶哈嘛，当然是馋你的意思。放心，你不亏的，这些钱都给你。这些银子就是你的赎身钱。别后悔。本姑奶奶有什么可后悔的？继续，别担心，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真是疯了，后卫当真是控制太久了，竟然对这么个小宫女有感觉，还挺可爱的。真晕了，就这点本事，要是哪天知道我到底是谁的话，你是不是还得当场晕厥过去？奇怪，这么多冰块，不应该热的，怎么昨晚睡觉的时候很燥热？不对，昨晚那侍卫来过，那我出宫的计划岂不是被他听到了？万一他去告诉了皇上，岂不是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酒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知月，他直接走了，什么话都没说他走的时候呀，心情极好。他什么时候走的？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才走。早上？他在咱们冷宫里过夜了？那他昨晚睡哪？娘娘怎么这么问啊？当然是跟您睡一块啦。娘娘，皇上，说，陈王回来了。臣还查明，冷宫那位娘娘曾经爱慕陈王，若不是先帝的赐婚，她应该是陈王妃。哎呦，可真是不要命了。另外，娘娘在入宫前抗旨拒婚，撞柱重伤，有可能伤了脑子。难怪在冷宫如此之久，也未曾请求见朕一面。罢了，既已失忆，又无心后宫争宠，就随他去吧。至于我的钱匣子哪去了？奴婢昨晚隐约在外面听见一句，您说要嫖了他，所以那钱应该是……我怎么会干出这么荒唐的事儿？那可是我攒了大半年的银子。
全靠他了。皇上，冷宫的人自生自灭也就罢了，可那冷宫里的小西子……小西子？怎么？据臣调查所知，慕云熙身边只有一个陪嫁的宫女，名叫知玉，并没有什么小西子。西子，至少在他入宫之前，身边并无此人，也有可能在他入宫之后，收留了什么落难的宫女或太监。需要臣再追查吗？皇上，几位大人因为灾情在殿前吵起来了。朕就不信，偌大的东兰国竟找不出良策解决百姓缺粮之急。此次旱灾实在是太过严重，成王和顺王连夜进宫面圣，商讨对策。上元州瑞小王爷的封地受灾最重，自然得回宫向皇上求助。要说有这功夫，咱们不如回去多囤些粮食。就是，不然回头粮价上涨了，有钱都买不到了。旱灾，怪不得空间里天气红色预警，灾情竟然如此严重。哼，之前还担心拿不回我的银子，现在看来不用担心了。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去找皇上要个人情。皇上，臣妾慕云熙求见皇上。臣妾慕云熙求见皇上。娘娘，皇上传您进去。谢谢公公。这应该就是排行最小的瑞小王爷了。他瞪我干什么？哇，这应该就是刚刚回京的陈王了。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娘娘，参见皇上。免礼。谢皇上。公公，皇上为什么一直站在烛台后面？这声音怎如此耳熟？皇上为什么一直站在烛台后面？还不是因为你这罪臣之女和成王的关系。皇上如此刻意避嫌，已是对成王殿下仁至义尽了。娘娘无视冷宫禁令，忽然来此，究竟有何急事求见？快说吧。治理干旱乃国之重任，皇上不忍生灵涂炭，天下动荡，臣妾亦然。怎么，你有解决之法？她一个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小姐，如今又是冷宫后妃，怎么可能有办法？干旱缺粮，粮价上涨，百姓吃不起饭，民不聊生。臣妾的确有办法解决眼前之危。瑞小王爷，不妨跟我打个赌。赌什么？王爷心急火燎的来宫里告状，无非是因为奸诈粮商已经把粮食卖出了天价。就赌我能控制住粮价，阻止难民之祸。细细说来。如今各大粮商手里应该存了不少的粮食，而且粮仓之中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用来赈济百姓。奸商早就闻风而动，怎么可能把囤了多年的粮食低价贱卖？瑞小王爷只需贴出公文，粮商受粮，价格一律自定，不设上限，到时候价格自然会降下来。你说卖多少银子就卖多少银子，这算哪门子办法？岂不是乱套了？你的意思是，粮商囤粮过多，价格过高，无人购买，而储存成本过大，用不了多久，他们自己就会向下压价，因为价格无人管控，只会一家比一家低。没错，而且临近雨季，他们如果不想粮食受潮，很快就会开始打价格战。娘娘的意思是，快下雨了，
东兰国干旱已久，你又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至于什么时候下雨，这就只能告知皇上一个人了。我们凭什么相信？皇上，此锦囊您收好，巧约念酒，自荐分享。莫使你跑出冷宫，特意来此献计，是想从朕这里得到什么赏赐？皇上，你趁机讲。看到三皇叔，你不准备叙叙旧吗？三皇叔，陈王，我只是想让皇上主持公道，帮我要回那3000两银子，跟陈王有什么关系？皇上，过去之事已成为过去，还望皇上与娘娘不要生出间隙。什么意思啊？我过去和陈王有过一腿？为什么原主入宫之前的记忆都消失了？陈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父亲被斩首前托人送到我府上的。本王这半年不在荆州，近2日才得此信件，希望对你为时不晚。啊？我父亲？哎，那个，糟了，被八卦之魂蒙蔽了心智，我得赶紧找皇上要回那3000两银子。你之前答应的赏赐还没说呢，皇上，我的赏赐，喂！娘娘，别拍了，皇上这会儿已经是太后了。那他之前说的……娘娘，你可别忘了，冷宫可是禁地。皇上没有因为您私自出冷宫而问责，已经是莫大的赏赐了。哼，他可当皇帝的这么小气，我白白来献计，他就这么敷衍我？哎，可不敢这么说。等着旱灾一过，皇上也许会高兴，就放娘娘您离开了冷宫，这好日子不就来了吗？哼。狗皇帝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种皇帝在，怪不得他身边的侍卫头头都敢去我那儿抢钱。切，这个好，这个好。这是被谁给念叨上了？8成是萧贵人，嫌皇上去的次数太少了。在宫里都快思念成疾了吧？朕最近已经常去玉景宫了。玉景宫的那位景贵人，背后的身份自然不如萧贵人，皇上怎可顾此失彼呢？况且皇家子嗣空缺，要雨露均沾啊。难以抹后的意思是？哀家觉得这后宫该充盈一下了。既然皇上不喜欢那2位贵人，不如挑选几个可心的入宫。朕觉得可行就行，自然。哼。今晚就他了。小西子，这怎样？什么？真有此人？哀家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个小西子据说是下等宫女，还是冷宫里出来。荒唐！皇上人呢？他真的去招那宫女侍寝了吗？回太后话，皇上身边那位莲公公的确是往冷宫方向去了。这破皇王，赶紧赚钱！那这些种子怎么才能变现啊？哎，这个时代没有番茄，没有豆角，没有小麦，没有土豆，没有黄瓜。现在正好时值干旱，
粮食可是一国之本。娘娘，刚才有工人传话来说，让你今天晚上。至于上次咱们挖野菜用的锄头还在吗？在。走，去后院挖块菜地。啊！哎，娘娘，皇上今晚召见您。人呢？回皇上，人没来。没来？参见皇上。人在哪儿？在后院。使劲！你个死骗子，居然还敢回来！这是什么？你在冷宫种地？废话，现在干旱，百姓们都缺粮。我试试研究一些新种子，看能不能种得出来。如果成功了，推广出去，百姓们不就有更多吃的了？你一个冷宫的小丫头，竟然心怀天下苍生！哼，我跟你一个只会骗人钱财的臭侍卫有什么好说的？不还钱就赶紧出去，别抢我干活！哦，干什么？什么侍卫？你不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统领吗？之前想替我赎身，现在又把我当侍卫，也罢，站在你面前扮个侍卫又何妨？你放开！啊，你该不会是银子花光了，又想来色诱我吧？我警告你啊，我没钱了，一个铜板都没了。我若是想要你，还用得着色诱？什么意思啊？你干什么？放我下来！告诉你，你这可是自己送上门的，赶紧还我钱！你给我松开！还钱！放开！你个疯女人，属狗的！你不还钱，我就掐死你！在皇宫大内，你敢随便杀人试试？我不敢杀你，我就找皇上杀你。哼，行啊，你去找他。你不过就是个侍卫头头，你还敢嚣张？难道你不怕皇上？自然不怕。你跟那个狗皇帝是拜把的兄弟？据臣调查所知，慕云熙身边只有一个陪嫁的宫女，名为知玉，并没有什么小心。你在冷宫里面做事，却如此张牙舞爪，不懂规矩。慕云熙是怎么管教你？冷宫里面做事，却如此张牙舞爪，不懂规矩。慕云熙是怎么管教你们的？我说他怎么这么大胆，原来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姑奶奶我的真实身份。哼！你笑什么？哼！你小子摊上事儿了，赶紧把我的钱还给我，再赔偿我1000两精神损失费，咱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你干什么？放开我！别动！臭流氓！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跟我睡觉？撒！我累了，睡觉。好，近几日因为旱情之事，皇上已经好几晚没睡好。看来这小西子果然有点本事，竟然能让皇上安心入睡。好啊，这么多年。这空间说厉害是挺厉害的，说没有也是挺没用的。我想在冷宫外安个防护网，不让那个登徒子再进门，都找不到工具。娘娘，我刚刚出去把上次种的小麦都晒上了，过几天就可以磨了。不对，今天要下雨，
不能杀梁氏。知玉，快跟我一起把小麦收回来。可是干旱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会下雨呢？哎，娘娘，这字迹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味道是葡萄酒？难道慕云熙就是小西子？禀皇上，如今粮价稳定，百姓怨言虽平，可是这旱灾如果持续时间太长，这粮食恐怕也是供不应求啊。赵大人，今天间还是不能测出究竟何时才能有雨吗？若再不给百姓一个说法，民怨依旧会越积越深呐。近日无雨啊。是了，不妨看看这个。9月19，那不就今日吗？这怎么可能？皇上，臣斗胆问一句，这字条是何人所写？一女子2日前所写。哼，女子怎懂占星占风测雨之法？臣凭借多年经验判断，目前没有任何要下雨的征兆。这字条上的内容真是可笑至极。皇上，臣拿命担保，不仅今日不会降雨，便是未来10日都没有要下雨的迹象，还请皇上不要轻信谣言。哎呀，竟然真的下雨了！妙啊！不仅推算对了，连时辰都丝毫未差。对呀，我明明推算过，怎么可能下雨？哎呀，这小子，这次下雨了，咱们可有救了！哎，三皇叔，我怎么不知道慕云熙什么时候竟连天象都会看呢？他究竟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咦，好丑的荷包，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东西？皇上，那冷宫里的小蝎子其实就是……虽然我看慕云熙那个负心女不顺眼，可是这个东西比当年他送给你的那副鸳鸯谱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你确定这是他的东西？回皇上，的确是奴才亲眼所见，这荷包就是从慕云熙的身上掉下来的。更何况这绣样，除了他，没有人能比他绣得更丑了。的确很丑。知玉，之前让你帮我晒的硫磺收好了没有？要是收了潮，那可就……我的荷包怎么在你这里？别对我动手动脚的！哎，懂不懂男女授受不亲啊？你究竟是谁？还是小西子？我去，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果然，你还真是……荷包绣得这么丑，也就只有你能把它当成个宝贝。你不懂，这可是我前几个月跟知玉第一次学绣花，好不容易才绣出来的2个。第一次学绣花？糟了，原主琴棋书画、女工织绣样样精通。半年前冷宫里天寒地冻的，我手冻伤了，不能绣花了，重新学的。干什么？都知道我是谁了，还动手动脚的？你想离开皇宫，是因为陈王吧？跟他有什么关系？你真不记得？管我记不记得？哎，还给我！归我了。你刚刚不是还说我绣的荷包丑吗？哎，至于配，
我不是……收好，别再当了。之前怎么没看出来？这玉佩上竟是龙纹，赏给你的玉佩，在我这儿跟我臭显摆，显得你跟皇上关系多好似的。想哄皇上开心还不容易，等姑奶奶我发达了，定有你好果子吃。皇上，这是慕云熙命冷宫的宫女送来的。这是什么？说是娘娘将旱灾罪责全揽在自己身上，并呈上灾后重建和防治的办法。胡闹！岂容他担责？朕会亲自颁发罪己诏，昭告无知子民：大旱因朕功不得，粮食安全，土地退化，碳中和。这是哪本书籍记载过的用词？皇上若是不知，奴才就更不知道了。但那娘娘本来就有许多巧思妙想。她如此主动担责献计，可有说过想要什么？娘娘说上次的赏赐还没有详谈，再加上这一次的，若是皇上龙颜大悦的话，可否赏赐他一些金银财宝，最少3万两黄金。3万两？哼，还想攒钱出宫？既然已经失忆了，那他如此计划周全的想要出宫，又究竟是为了谁？何止是这3万两啊！娘娘还在冷宫设了一个什么冷宫小卖部，好像还很受欢迎的，也赚了不少钱。什么？他还敢在宫里做生意？朕果然是让他太悠闲了。去，传旨，今晚把冷宫那位叫过来，侍寝。是。排队！还有我的排队！都有！我要那个。上次联系的出宫办事的太监不行，这次联系的管事嬷嬷要价又太高，5万两，我得想想其他办法，才能更快的把钱赚回来。排了那么久，还那么多人，这冰棍真有那么好吃吗？还有，白糖味的来一根，白糖味的，给你了，小心拿好。我也要。好甜啊！皇上，微臣的帽子不干净，恐脏了您的手。朕戴你这顶帽子好看，还是现在好看？皇上是天子，怎可戴微臣的帽子？自然是只有龙冠最与您相配。果然只有那女人最不知好歹。连公公，这让冷宫里的弃妃侍寝，还是奴才在皇宫里当了30多年差头一次遇到。圣心难测，管那么多，照做就是。可这凤辇进冷宫，怕是会冲撞了太后。皇上也没有说按什么规格来接。要说冷宫里的这位娘娘，没有位分吧？可她又是皇上登基前明媒正娶的太子妃，位同皇后。太后对皇家子嗣忧心忡忡，正是随了太后的愿。走吧。最近生意赚了不少钱，这给你的，谢谢娘娘。娘娘，连公公，你这是？娘娘大喜，皇上今夜召您去。是为了在宫中保命才说是讨好皇上，呈上奏折，怎么就突然让我侍寝了呢？娘娘，长侍嬷嬷已在坤宇殿等着伺候您沐浴了。知玉，快扶本宫起来！这是娘娘，这是凤体欠安。本宫可能是冷饮吃多了，不要担心。知玉，快扶本宫进去更衣。是娘娘，这天大的福气，本宫要接住第一个去侍寝。连公公，这位娘娘怕是没有那个福气了。娘娘，那您好生休息，奴才告退了。身染伤寒，恶心，吐血。是，皇上，您看是不是另选其他小宠？不必，摆驾冷宫。啊！
宣太医，随朕一起。是。我倒要看看那女人究竟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驾到！参见皇上。朕听闻爱妃身体抱恙，现下如何了？娘娘她现在晕过去了。哼，太医，居然把太医给叫来了，这皇上还给不给人活路了？如何？回皇上，娘娘脉象有力，身体健朗，并无异样。真要说有什么事的话，许是娘娘这2日吃的多了，食物又有些寒凉，以食疗温补就好了。你才吃多了。臣告退。爱妃，这是何意？皇上，别靠近臣妾。臣妾虽然身体看似无碍，但脸上起了疹子，特别恐怖。哦，给朕看看。不行，臣妾恐污了您的眼，您还是别看了，不然臣妾以后都不想活了。这么严重？皇上，还是回去吧。5000两。掀开被子看朕一眼，给你5000两。10000两。攒了这么久，就差这1万两了。只要看皇上一眼，我再想个办法把这事情给躲过去。或许，也不行。说脸上起疹子本来就是奇惧，要是看见我脸上没疹子，我这脖子不得搬家？你确定不要吗？皇上，玉景宫景贵人梦魇了，思念皇上，太后想让您去看一下。1万两不能就这么错，实在不行，侍寝的时候拿一把迷药把它解决掉，拿钱找人逃出皇宫。皇上，臣妾忽然觉得脸上不痒了，可能是疹子没了，您帮我看看。人呢？到手的1万两银子就这么飞了？果然，相信男人的话，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目视何在？敢问嬷嬷是？你们干什么？放开！你们不说清理由，就强行把人绑走，这么大个皇宫，还有没有王法了？王法？明心宫就是王法。明心宫，他们是太后的人。大胆目视！你身为罪臣之女，冷宫弃妃，不仅在宫中私做生意往来，竟还敢插手宫中粮食要务，强行逼迫膳房用你的粮食取财。此事已惊动了太后，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带走！什么杀头？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干旱已久，虽说已经下了雨，但百姓田里还是受到了影响，宫内存粮也开始减少。我宫里能做出那些精细的粮食和蔬菜，这对于东兰国来说，难道不是好事吗？好事？那你告诉哀家，这些种子是怎么得来的？当初就有下臣举报，穆丞相一家不仅叛国，更与敌国有染，看来是真的。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皇上，求求你救救我家娘娘吧！皇上，求
求你，救救我家娘娘吧！皇上，门外何事喧哗？回皇上，奴才也没有听得太清楚，但好像是冷宫那个小宫女儿在哭喊着什么“救救他家娘娘”。何止你父亲？哀家听闻，半年前你嫁入太子府那日，陈王本欲与你私奔，最终没能成功。你成婚之后，陈王一怒之下离京，近日才回。他是否也与敌国有染，打算与你里应外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太后如果只是看我不顺眼，这罪名不是张口就来。如果我说我不认识陈王，你信吗？还敢狡辩？怪不得我和知玉差点在冷宫里被饿死，原来是这后宫里就没人想让我活着。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要让我嫁进来？放肆！先帝赐婚，岂容你质疑？你父亲之罪本是株连九族，留你一命苟活，亦是皇家仁慈，你还不知悔改？株连九族，那这么说来，皇上是我丈夫，您是我婆婆，您不也是我九族之内吗？你来人，把这个祸乱宫内饮食的毒妇给我拖下去，乱棍打死！放开！太后，30大板已经打完了。哀家看他一声痛都没喊，看来是教训的不够深，再打50板。太后，再打50板要出人命了，您不是说就是试探试探？住手！滚开！连副海，传太医。是。怎么样？你还能不能坚持得住？你是皇上。母后，未经朕的允许，你在后宫动用私刑，纵使您是太后，这也是擅行之罪。放肆！此女在宫中用毒，哀家罚她是为宫中除害。毒？慕云熙为天下苍生谋治汉之计，在蜀境西吹冰块时，制造大量冰块运往各宫。母后，宫内盆中此时堆放的解暑之物，便是出自慕云熙之手。您说他用毒，证据在哪儿？我们走。如何？回皇上，娘娘体质健康，只是受了些皮外伤，不过受到了些惊吓，只要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过半个月就无大碍了。我还要在这里趴上半个月。老实趴好。老臣去抓药了。彼此彼此。谁跟你彼此彼此？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别动。你还是个皇上呢，又不缺钱，拿走我的钱不还是什么道理啊？区区5000两，你记这么久？别忘了，那是你亲口说要拿来给朕赎身的。啊，你别忽悠我，我又没真的睡呢。爱妃这么想由虚变实，那不如今晚试试。我还是伤患，你别乱来啊！报，皇上，陈王殿下在宫外遇刺，受伤昏迷，正在王府内被几位太医施救。陈王，又是陈王，我和他究竟有什么样的过去？怎么每次提到陈王，我这心口都会疼一下？是原主的自我意识在痛吗？陈王伤势如何？目前还不清楚，消息是先传到了太后宫里。太后，当真？
千真万确。冷宫里那位娘娘听说陈王殿下遇刺，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算是很平淡。这么说，慕云熙和陈王当真没有私情？哀家之所以要这般试探，因为皇上是哀家的亲儿子。今日他将慕云熙抱走时，那着急关切的眼神却不像是假的。他又始终对慕云熙在宫中贩卖粮食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哀家没见他这般纵容过谁。太后说的是，那可是真的喜欢。也不必这么早下定论，今日这般一为试探，二也算是敲打敲打他，以免他真将宫里当成闹市，这般胡来。太后英明，哀家倒是要找个时机看看，这慕云熙究竟有何本事，能让我那不近女色的皇儿如此另眼相看。过几日便是太后的寿宴，那日陈王必然出现，倒是个不错的时机。参见皇上。爱卿免礼。皇上，您叫老臣秘密探查的南部14州税银案有着落了。说皇上居然全天24小时无休的吗？唉，都回寝殿了，居然还这么忙。做皇帝居然全天24小时不休吗？哎呦！嚯！原来传说中的皇帝玉玺长这样啊！这么多褶子，要是让我披上一天，手都得断了。敢偷看奏折，你这是伤还没好就想脑袋搬家了？跑什么？你都要砍我脑袋了，我还不跑？你若是真得罪了朕，这天下之大，你又能跑到哪儿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皇上你都这么忙了，还有时间假扮侍卫去冷宫哄我吗？朕可没有假扮，哪次朕穿的不是寻常的便衣？皇上你不穿龙袍，穿着便衣，在宫里瞎晃悠什么？玩啊！你真以为龙袍很好穿？里里外外10几层，你想重死朕？再说，朕夜里去冷宫抱着自己的妃子睡觉，怎么能叫瞎晃悠？皇上我屁股疼腰疼，皇上您先忙，我回去趴着来。哎，养心殿的龙床是舒服，也架不住硬生生趴了这么多天。哎呦，我的老腰啊！娘娘，寿宴？太后寿宴非比寻常，到时候文武百官和邻国使者都会在场，这可怎么办呀？怕什么？太后那老太太脾气犟得跟头牛一样，我非得把她这牛鼻子给她牵顺了不成。太后的寿宴准备的如何了？回皇上话，您是问宫中准备的如何了，还是冷宫里的那位娘娘准备的如何了？奴才昨日路过冷宫，看见娘娘又在晒小麦，估计娘娘这次准备的寿礼还是和吃的有关。只不过是入口之物，难道她还能翻出花来不成？是。好巧啊！我出来挑点东西，这么巧就遇上了。陈王殿下，你伤倒好了？伤？本王近日都在国公府与友人下棋，何来的伤？果然是太后故意的。那可能是我听错了，没事就好。我还得回宫找点东西，先告辞。严福海，是。你看出什么了？回皇上话，奴才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只瞧着娘娘和陈王的距离十分适度，并无任何逾矩。
还有什么？还有，奴才莫名觉得娘娘好像不太想失忆，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对陈王的态度十分坦然，毫无情绪可言。太后驾到！皇上驾到！参见太后！参见皇上！好，好，好，都起来吧。皇儿，给大家赐座吧。都落座吧。谢太后，谢皇上。祝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众位亲家有心了。皇上真不愧是五国公认的绝世美女，我每次见到她，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祝太后万寿无疆，福星高照。陈王有心了。要我说，这五国美男榜上，皇上和陈王殿下应当并列第一才是。你别忘了，人家陈王的心上人是京城第一才女慕云熙。哼，往日二人琴瑟和鸣，名动京城，谁人不羡慕？可惜了，所谓的第一才女，父亲叛国，打入冷宫，如今只能靠着在冷宫种地苟活。不过，我倒要看看慕云熙今日何时出现。当年在琴艺上输给他，不过是一时侥幸。如今我苦练这么久的琴，就是为了今日能在陈王面前再次与他一决高下。太后不是让他今天来赴宴吗？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出现？莫不是怕自己上不来台面，不肯来了？娘娘，你选的这个地方也太偏僻了吧？不偏一点，怎么好躲起来看热闹？臣女准备了一首曲子为太后贺寿。哦，不过这首曲子需二人弹奏。听闻陈王殿下的琴艺超凡，不知可否请王爷与小女合奏一曲？夏尚书之女如此盛情相邀，陈王意下如何呀？本王许久未碰过琴，怕是有些生疏。来人，去把四乐坊最好的乐手叫过来，给夏姑娘伴奏。奇怪，那边黑漆漆的，皇上是在看什么？陈王如此温润如玉之人，怎么拒绝起人来这么无情？他当然会拒绝了。陈王殿下只与娘娘您合奏，怎么可能会与其他女子一起弹琴呢？我？什么玩意儿？我哪会弹这东西？唉，娘娘，你忘了就忘了吧。如今身在皇宫，那些前尘往事忘了也好。完了，心口又开始痛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参见皇上。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哎！哎呀，你干什么？坐好。就算坐也不能坐在这儿。那你想坐哪？
你休想！既然王爷不方便的话，臣女听闻穆姑娘的琴艺也是京城一绝，不知是否有幸再次感受娘娘琴技？是啊，今日太后寿宴，姐姐也不好扫了太后的兴致吧。夏氏，你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傍身，敢如此大言不惭，要求朕的爱妃当众演奏？臣女不敢。妹妹是为太后奏乐心切吧？既然姐姐不愿伴奏，我看这曲子便也就罢了。但是今夜如此热闹，总不能冷场，不如就由臣妾来为皇上和太后跳一支舞，如何？娇贵人有心啦。皇上，就在1个时辰前，娘娘说今夜会下雨，奴才已经给在外候着的大臣们都准备了雨伞，现在需要拿进来吗？当真会下雨？是真是假？太后不妨等等看呢。去吧。是。老实点。你还想不想要银子了？你什么意思？这么多邻国使臣在场，朕身边也就做了你这一位爱妃，好好服侍朕，显得恩爱一些。我为什么要服侍你？5000两。你还敢提5000两？那明明是我的。秀恩爱，5000两今晚就还给你。皇上，吃葡萄。吃。皇上，吃葡萄。哼，雕虫小技。天气这么晴，我就不信他慕云熙还能再测得出雨来。姐姐，姐姐，王子，打雷了，竟然真的有雨。来，皇上，张嘴啊！三皇叔，臣外，快看，那是什么？这是我们娘娘为太后准备的寿礼，请太后过目。天哪，这得是一双什么样的巧手才做得出来的呀！太后，这里面的寿桃是由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这99颗寿桃寓意太后吉祥长寿。这里边的金元宝寓意财源广进，这瑞葫芦寓意福禄双全，
这大寿桃里还有9个小桃，龙凤呈祥，寓意东南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好，好，好，哀家喜欢，呈上来吧。这穆氏果然有点本事。能把赤石做成这个样子，在这5国的历史中也是闻所未闻。